聖人自負事件、自愛不事。这句至理名言强调了圣人的高尚品质和智慧。首先，圣人自知不自见，意味着圣人了解自己的优点和缺点，并不需要依赖外界的赞美或批评来确认自己的价值。他们对自己的品德和能力有清晰的认识，不会因外在的夸奖而自满，也不会因外界的批评而自卑。换句话说，他们的自我价值不来自外界的评价，而是源于内在的自我认知和成长。其次，自爱不自贵表明圣人对自己的价值和尊严有着正确的理解和尊重。他们珍视自己的身心健康、精神成长和内在美德，但不因此而自视过高或傲慢自大。相反，他们以谦虚和谨慎的态度对待自己，不会因自身的优点而看不起他人，也不会因自身的短处而自贬。这种自我尊重和自我珍视体现了圣人对自己和他人的平等尊重，以及对谦逊和谦虚的追求。在山村的某个角落，风景宜人，一片宁静。村庄四周环绕着青山翠嶂，绿树成荫，鸟鸣声不绝于耳，仿佛是一幅美丽的山水画。然而，这份和平很快就被一场意见分歧所打破。在村子的中心广场上，一群村民聚在一起，眉头紧锁，表情严肃。他们围绕着一个老者，争吵不休，嘈杂的声音在山间回荡。争端的起因是一块土地的归属问题。这块土地位于村子的边缘，素来无人问津，但近来因为开发的需求而引起了众人的争议。一些村民认为应该将土地开发成农田，以增加村子的收入，而另一些村民则主张将土地保留为自然景观，以维护村子的原有风貌。双方意见分歧，辩论不休，气氛越发紧张。就在村民争执不休的时候，一位智者李清突然出现在人群中。李清是山村中的贤者，被村民们尊称为圣者。他的出现立刻吸引了众人的注意，村民们纷纷停下争吵，静听李清的话语。李清的形象优雅而庄重，他身穿朴素的衣袍，脸上透露着深思熟虑的神情。他步履徐缓地走到人群中央，并以一种宁静而和蔼的语气开口说道：“众生有争执，是因为我们未能明了大道。让我们停下争辩，一同思考如何以和平的方式解决问题。”他的话语平静却充满力量，瞬间让整个场面宁静下来。村民们纷纷低头思考，感受到李清身上散发的智慧与和谐。李清轻轻地坐在村民中间，他的眼神深邃而宽厚，仿佛能洞察人心。他静静地聆听着村民们的争执，没有插话，只是微微的点头，示意自己在听。众人的话语此起彼落，有人愤怒地表达着自己的观点，有人则焦虑地呼吁解决问题。而李清只是安静地坐在那里，面带微笑，仿佛对众人的争执早已看破。当有人问及他的看法时，李清轻声开口，他的声音清澈而温和，像一股清泉般抚慰着人心。在我看来，解决争端并非靠辩论，而是靠着谦逊与包容。让我们放下成见，以谦卑的心态接纳彼此，或许就能找到共同解决问题的方案。他的话语犹如春风拂过，使得人们心中的怒火渐渐平息，代之以对他的敬意与期待。村民们点头赞同，纷纷表示愿意听取李清的建议，寻求共识。在李清的谦逊与智慧的引导下，村民们开始反思自己的行为。他们渐渐意识到，争执与冲突只会带来更多的痛苦与不和，而谦逊与包容则是化解矛盾、重建和谐的关键。李清的一席话让众人感受到了新的启发，他们慢慢地停止了争吵，
转而开始用心倾听对方，理解彼此的立场。随着对话的展开，彼此之间的误解和疑虑也渐渐消散了。在李清的引领下，村民们开始共同寻求解决纷争的方法。他们坐在一起，以开放的心态讨论问题，寻找共识。一些常年的隔阂和误会在这次的交流中得到了解释和解决，村民们之间的联系也变得更加紧密。渐渐的，村中的紧张气氛逐渐消散，取而代之的是一片和谐与平静。村民们开始重新建立起彼此之间的信任与友谊，他们明白了相互尊重、包容与理解的重要性。最终，村民们共同商定了解决方案，纷争得到了平息，村庄重回了和谐与平静的生活。在村民们的共同努力下，终于解决了一场纷争，村落恢复了和谐。李清的行为成为了村民学习的榜样，他们深刻领悟到自知自爱的重要性，并决心以谦虚的态度对待他人，共同促进村落的和谐与发展。纷争的解决并非一蹴而就，它需要村民们的共同努力和智慧。在李清的引导下，村民们逐渐认识到，纷争与冲突只会加剧矛盾，而谦逊与包容则是化解矛盾、重建和谐的关键。李清没有将自己置于高高的位置，而是坐在村民中间，用谦卑的态度和深刻的智慧引导着他们。他的言行举止成为了村民们学习的楷模，激发了他们内心深处的感悟和自省。在这次纷争的经历中，村民们共同成长，学会了更加谦逊、理解和包容的态度。他们不再盲目追求个人利益，而是以集体利益为重，共同促进村落的和谐与发展。通过对李清的学习和借鉴，村民们逐渐形成了一种新的价值观念，懂得了自知自爱的重要性。他们意识到，只有真正了解自己、珍爱自己，才能更好地理解和尊重他人，推动村落的团结和进步。最终，村民们在李清的带领下，共同达成了和解，村落恢复了往日的和谐与生机。他们明白了，团结合作、谦逊与包容是村落发展的不可或缺的力量，也是共同幸福生活的基石。